原本呢我是预定了一台的，结果兄弟们都在给我分享，都在说这次巴巴托斯是超可动，拍了不少狠毒的图发我，那真的是有被毒到啊！凯子当惯了没忍住，直接吃下了一台日版快货。话说最近的快货价格也没有那么离谱了，以前动不动就要加500到1000块钱，现在看来是真的是卖不动了，整个市场的价格都在一直往下走。好了，咱们也不扯太远啊，盒子没啥好看的，依然是究极的造型和究极的可动，至于是不是真的是究极，咱们开箱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这次的盒子真的是挺薄的，开箱能看到东西一共也就2层吸塑，一层带披风的配件地台，还有一层本体就没有了。这个配件量呢，我不说少的可怜吧，但确实和定价不符啊。当然巴巴托斯本身也没有什么装备，而且这次和 M2 魂的还不一样，是单纯的第4形态，而并非1到4形态，所以焦点也就都集中在本体上了。那像这样简单的远观一下，大家能给这次的巴巴托斯打几分呢？还是一样啊，咱们把设定图放一边来对比一下。说实话，虽然魔改的幅度确实不大，但这个比例肯定是有变了的，尤其是胸和腿，大小腿明显变粗，整个胸又小了一圈，感觉是少了一点设定里倒三角线条的力量感。我个人的评价是，这个比例实在是谈不上究极。当然，如果拉近了来看的话，那又是另外一个结论了。可以看到这次机体身上外露的骨架、管线等部分都做了密集的细节处理以及全涂装，这些外露的液压感细节都有给做出来，而且这次的涂装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没有看到什么橘皮和液漆，这样拿在手上细细端详的话，反而又觉得做得非常的不错。不过这次的涂装一印，我有一事不明白。你看这些红色、黄色的部分都是一整块的漆面，怎么来到有些注意符的一印用的是这种战损一样的处理呢？然后来看到胸甲这里也是做成了这样，问题最大的是脚踝前方的这个前脚踝甲，仔细看的话真的会显得格格不入啊。只能庆幸还好整个身体上像这样的处理并不多，拿远了看的话还以为是细节呢，不太影响到整体的美观。当然这次大家最争议的点其实并不是涂装，而是巴巴托斯的这个头雕。我这里还是放一张设定稿啊，大家自己来评判一下吧。那我个人的评价是，巴巴托斯从良了，不仅脸变宽变大了，眼睛也变大了，那股凶狠的劲儿就没了，感觉更像是 SD 比例的头啊，而不是1:100的这个比例，有点差点意思。那这么一看的话，究极的造型就多少有点虚了，也不是说做的不好吧，像这样放大了细看的话，其实还是挺诱人的。骨架的细节处理的真的是很棒，这种细节量的增加也算是一种魔改了，但也就只有这一点能评得上究极2字，实际的表现我还是不太满意的。那造型不行，可动呢？这次的本体是不是真如吹的那样有究极的可动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脖子后面的小装甲有一段独立的可动，不过并不关键。真正牛的是这一次的关节设计啊，这个头是可以整个往前漂移，几乎是能做到向前一个头的距离了，这个前身做的太炸裂了。喜欢掰 pose 的兄弟都知道这个前身的幅度意味着什么。不过虽然厉害啊，但脑袋后面跟着的电缆却是穿帮的，在不拉出极限幅度的情况下，这样看倒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一旦往前拉狠了，就会发现这里的线是断的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如果真要做成连在背后的线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涉，可以理解啊。借由炸裂的前身可动，带来了头部30度以上的低头，这里主要还是下巴和胸甲干涉导致幅度一般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抬头就非常离谱了。再来一点的话，感觉都能到90度了，而且抬头低头能看到整个脖梗处的骨架联动，确实是赏心悦目。还没完呢，这次的脖子关节是往前扣在胸部的，这里做了这样的左右摆动的转轴，因此像这样的左右45度侧摆毫无压力，就非常的劲霸强了。而这样的关节也并不会干涉到转头的可动，因为这里靠的是脖子根部的球关，因此360度的头部平转无压力。这个头部可动设计是真心牛掰啊，我可以给一个满分啊。来到肩部，首先仔细看这个内部的装位，一开始的前后摆动幅度并不大，但这里的关节是可以拉出来的，而且是可以拉出来非常大的一段的。这里我把它全部拉出来看一下的话，和另一边一对比，可以感觉是长出了2到3公分的幅度啊，挺离谱的。有了这样的拉伸关节，肩部的前后蝴蝶肩幅度就非常可观了，向前向后都能达到快接近60度了，这还是在顶着这么大的肩胛干涉的情况下。当然这个肩胛也不是吃素的啊，人家内部也是一段独立的关节，可以随便的翻起，同时还能像这样旋转，毕竟根部是球关嘛，根部又和手臂侧平台用的是同一段关节，所以上下的摆动也没有问题，非常的灵活。然后是这个腋下也藏了东西，要不是看了一眼说明书，我估计根本就发现不了。可以看到这里在做手臂的侧平台时，这个腋下的装甲会跟着一起上抬，大概会有30度的联动幅度，而且非常的紧。虽然说活动的范围不大，但联动是货真价实的，只能说戴哥炫技就是牛批啊。至于常规的360度垂直大风车，大臂根部360度水平旋转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肩部的侧平台在没有使用腋下关节的情况下就能上抬90度以上了，在增加这段抬升后更是能进一步增加平台的幅度，接近135度了。
曲轴的表现更是惊艳，很久没有看到如此标准的180度小臂贴住大臂了。这里再拉近了放大看的话，能明显看到液压杆的动态。虽然并没有液压杆抽拉的细节，但这个三头肌部分的骨架是明显有联动的，做的真的是相当的漂亮啊。手腕关节也是优秀的不遑多让。首先是一段 Y 轴的摆幅，能看到里面是做了转轴关节的，大概是30度的摆动。另外手腕是可以做前后 X 轴摆动的，此时会连带着腕部的关节一起摆动，两片腕部的装甲也会跟着联动，前后大概也是30度。OK， 那接着来看到腰部，这个腰部液压杆很明显是活的，不过做的有点水啊，竟然没有给限位卡扣啥的。不过腰部的可动那是一点也不水，首先前倾分为2段，直接干到60度以上的弯腰了。再来看到背面啊，戴哥算是把铁血系的骨架玩明白了，这个细节也太帅了，甚至能看到2台亚哈卢的管线。挺胸的幅度当然也是劲霸强的，刚刚弯腰是靠下段的可动，但来到挺胸则是能看到腰上段的后仰，随随便便就干到60度了。内部的骨架细节露出也是很漂亮，不用多说，这个可动真的是有一点离谱了。你以为只是前后的可动不错吗？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左右的腰部侧摆，也是非常轻松就达到了60度，毫无压力。因为这里两侧的液压杆做了非常大的可动补偿啊，并不会对可动造成干涉，所以这里摇起来也是为所欲为。唯一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转腰，倒不是因为幅度不够大，而是这时候如果你转得太猛的话，会把液压杆给带脱落了。但如果慢慢转的话，实际左右能达到90度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，可能到不了90度，但也差不多吧。前裙甲是可以完全翻起来的，同时整个裙甲能往外拉出一段，这里主要是用来避让腰部和腿部的干涉的，建议保持拉开。侧裙甲是通过一根曲轴关节连接在后裙甲上的，不过可以活动的范围并不是很大，本身也是球关连接可以旋转的。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小机关，就是可以像这样展开，至于这个展开的作用是什么就不清楚了，应该是姿态治愈喷口啥的，但是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啊。最后后裙甲这里也是有轻微的抬起幅度的，不过因为腰部的干涉只能抬起45度左右。接着来看到腿部，首先前踢90度是毫无压力的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干涉，后踢也是非常优秀的，快要接近90度了，但会被后裙甲给挡住。侧踢也是非常的给力啊，甚至是可以超过90度一点点。大腿根部的平转向外能到90度，不过向内会干涉到胯部，几乎是没有角度的。然后小腿甲侧面的这2个装甲也是可以像这样做前后转动的，那这次说明书上是明确写了，这俩就是推进器喷口，向前转动是可以调整姿势的。另外小腿肚这里还有一块小的装甲，也是能上下活动一段的。最后是屈膝，小腿后方的这些液压杆当然也全部都是假的，但骨架部分确实是会内缩联动一段的，只不过屈膝的幅度就没有曲轴那么给力了，大概也就是150度的样子。另外膝盖这里的关节裸露呢，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空了，缺少了一点细节。最后来看到脚踝，首先向前抬起能达到惊人的75度，但是向后却没有给什么幅度啊，只有一点点。倒是这个脚尖的可动性非常的离谱，向下可以完全绷直脚背，弥补了后抬的空间。同时这个脚掌是个2段的关节啊，向上抬能做到接近90度，整个脚掌上翻的造型因为是3段也很自然。接着左右是有一点点平转的角度的，而最关键的接地的幅度向内直接就是忍者脚了，非常漂亮的直接干到90度了，而且阻尼感也很不错啊，不过向外就是30度够用就行的幅度了。最后的最后再来看一下背包这里，首先中间的这个是主推进器，是可以像这样向上翻起调整角度的，内部也有金色的细节。而两侧用来搭载武器的地方，内部其实是隐藏了一个机械臂的，像这样抠开来之后就能展开内部的结构了，一共是3段的转轴关节，同时根部还能旋转，可以让武器以任意的角度来拿取。而这个整个的背包呢，也有一段这样的转动角度，这个可动说实话我有点没有看懂，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大影响啊。这次的可动整体我本来预期是很强的，但我说实话没想到会这么强啊，这应该是 MB 到目前为止的出过最强的可动了吧，这才是真正的究极的可动啊，而且还处处都是各种小巧思的小联动，看来巴巴托斯才是万代的亲儿子。像这样优秀的可动呢，摆起 pose 来那是轻而易举的，不用说是大张力了，就是那种很扭曲的造型也毫无压力，只要随便把脖子往前拉一点，腰一弯，腿一掰开，动态就来了。像这样的可动呢，是真的非常适合铁血系的冷兵器战斗 pose 的啊！你问我为什么铁血系是冷兵器？那这里就简单聊一下设定吧。巴巴托斯是当年恶季战打 MA 的72台魔神之一，大家都知道。而铁血的这个世界观下，高达这个概念则特指这个骨架。高达骨架拥有极其离谱的可动性，并且是稀有金属打造的，强度高的离谱，甚至是比外甲都要硬上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铁血系的高达都是各种裸露的骨架。至于这个外甲呢，则是铁血系的另一大黑科技——反光束涂层，在恶季战的时期就已经广泛的普及了，导致远程光束武器根本就没有伤害。另外，由于堪比太阳炉的亚哈炉的存在，以及和巨恩粒子一样能产生重力指向和电磁干扰的亚哈粒子，
在战斗中会覆盖机体的全身，也会在战场扩散，进一步提升了机体的抗光束和抗远程攻击的能力。像巴巴托斯这样的高达呢，更是拥有2台串联的亚哈鲁。该技术也是当年七星家族的核心，如今也已经是断代了。其澎湃的动力和稳定性，即使300年后从地底里面挖出来，输出能量依然能满足整个 CGS 总部的使用。强大的动力和离谱的骨架，配合上阿莱耶识系统啊，让高达的机动性也来到了天花板的级别。以上因素叠加，导致战争的形态逐渐趋向冷兵器白刃战，只有一些特制的武器才能轻易的击穿装甲。没错，比如钢钉。虽然铁血的世界观的设定越往后越圆不回来了，但看着倒三角线条的机器人拿着大锤肉搏，本身就属于这个系列的特色啊。拿锤子当武器的高达主角机，巴巴托斯应该算是第1台了吧。作为刚登场就使用的武装呢，这把大锤作为配件也是必然的。MB 这里倒是给锤身上增加了非常多的刻线细节啊，不知道可能以为这个锤子里面藏了什么机关呢？哎，还真被你猜中了。作为一把锤矛，锤的部分看到了，矛呢？没错，矛是可以像这样拉出来的，尖端还给了红色的涂装。正因为是能当矛来用，巴巴托斯才会有这样举着锤子向前冲的 pose。再配合上 MB 这一次离谱的可动，整个姿势和动态都能摆得非常的舒展。另外，这个锤子还给了2种不同长短的握把，直接插拔即可以啊，没有多余的零件。长的这根主要是用来做双手握持的，依然是配合可动，能摆出这种大魄力的扭曲到乖张的动作，真是怎么拍都好看啊，太帅了。另外，这个锤子的连接部位还有一段可以拉伸的机构，这个拉伸的部位呢，在设定里是用来挂在武器架上的。模型这里是给了2种规格的挂架，那这个开槽比较大一点的呢，就是给锤矛用的了，直接插进背包的挂载孔洞内就 OK 了。接口是个 C 型扣啊，所以锤矛的握把任意部位其实都可以是扣上的，并不需要严格的扣到展开的那一段上。另外一个小开口的连接件则是给太刀用的，并且这些连接件也是有一个翻起关节的，可以调整一下挂载的角度。不过太刀的挂载就必须是固定的位点了，只有这一段是有用来挂载的凹槽的。那这次模型给了2把太刀，还原剧中的设定。第4形态第一次出击时用的是刚刚锻造好的太刀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没有装握把的，刀型和握把都是后面加装的。模型这里也是给了涂装的细节，涂的还是挺不错的。不过刀身的这个银灰色漆面发色就比较一般了，感觉就跟成型色一样。那设定中这把太刀也是稀有金属打造，主打还原二级战时期的武装。刀虽然很锋利啊，但是要劈开高达的骨架还是没戏的。剧中3名主要是对着关节的位置去砍才能砍断，当然也不一定啊，像这样就给捅进去了，看来还是得有力气。当然，太刀作为巴巴托斯的主武器，和第4形态的身材还是挺契合的，还是得益于优秀的可动设计，随手一掰都是满满的张力，感觉根本就不需要加什么特效了，动作本身就足够夸张了，玩着是真的很爽。另外，我拍的这几张里面都带了这个肩甲的披风，这样摆起来还挺增加动态感的。不过这个披风就属于是魔改的新东西了，实在是不记得原剧里巴巴托斯有用过这个东西啊。而且这个披风的材质也很奇怪，用的是这种皮不皮布不布的面料，真的是挺难看的。这个3日月王倭主的遗影也是中二感爆表了。没错，王倭主在日语里就念 August， 也就是3名的姓，搁这儿玩起了谐音梗啊。另外，披风内置了非常多的铁丝，造型随便凹都能定型，这个倒是好评。披风的搭载就比较麻烦了，首先需要拿出这个额外的连接件，然后把它拆开，白色的部分先套进披风上的孔洞内，然后再从后面把黑色的部分给扣上固定住。接着需要给肩甲变个形，记住一定要先抬起肩甲的下段，把上翻给顶开，然后再把上面掀起来，露出内部的金色的结构，最后再把刚刚弄好的披风给插到骨架的槽位就 OK 了。我们披风一起魔改的呢，还有这个新规的大回旋镖，这个细节量和涂装感觉比太刀和锤矛都要好啊！不是阿戴，你就这么喜欢搞这些新设定吗？话说一个冷兵器的上面搞那么多的细节到底是干嘛？算了，反正看着挺帅的。回旋镖的上面是有把手的，可以让本体直接握持当大件来使用，摆这样的斩击 pose。当然毕竟是回旋镖嘛，肯定是能丢出去的。模型里也给了特制的连接件，像这样扣到孔洞内，接着拿出透明连接支架对接上孔洞，接着拿出专用的地台连接件插上支架，最后再插到地台上就 OK 了。这样回旋镖就能随便凹造型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不会影响到本体的支架，所以就能一起摆出像这样丢出去的 pose。果然只要是张力足啊，怎么摆都好看。最后这个回旋镖是可以折叠起来的，然后拿出它专用的连接件，把两边都对接上，像这样就是收纳模式了。这个时候就能把回旋镖挂到巴巴托斯的武器架上了。那这里再顺便说一下，这次的地台一印风格极简风，非常一般，支架用的是这种小规格的，虽然头是合金的，但用起来确实是不方便。另外还给了一个零架，可以像这样卡到支架的下面，这样就会限制住支架的弯折了。然后前面那个小的支架也就没有什么用了，实在没搞懂这个设计啊，那干嘛不给个常规的 MB 规格的呢？并且这次的连接件也是很大的槽点，非常的难用。虽然说确实可以连接到屁股后面的位置，但和支架对接的装位是斜向下的，而不是水平的，
导致支架还是横亘在两条腿的中间，非常影响摆 pose。这个设计我给0分啊。OK， 那么把所有的武装全部装到身上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是的，这次给的装备一共也就这些。如果你问我滑膛炮去哪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门炮多少也算是巴巴托斯的标志性武装了吧？不过从设定来说呢，这个炮是第23形态才追加的，所以感觉是放在之后的配件包里了。毕竟之后还会出海量的换装配件。那最后剩下没介绍的配件就只有手型了，一对握拳手，一对空心握持手，一对用力的开掌手，一对菱形的握持手用来握刀，最后是一对放松的开掌手。手背甲给了白色的涂装，细节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种类丰富也足够好用。整体模型的配件量你要说少那也不算少，但感觉对于巴巴托斯来说呢，这点量确实不够看啊。最主要的还是如此劲爆的可动，得多拿点东西来把玩一下，不然真的就是可惜了呀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次的巴巴托斯虽然造型做的确实不尽如人意，但细节还算是很不错的，关键是可动和把玩绝对是满分级别。就冲这一点呢，我个人就觉得非常值得一收了。第一次感觉当凯子也不是很亏呢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